计，上次在燕县没有捉拿唐立慈归案，你就搬出诸多理由搪塞，而这一次，你竟然堂而皇之干下勾结匪徒、私纵罪犯的恶事，你，哎，钟春季，你到底有没有把中原剑会放在眼里？归根结底，燕县一事就不该纵容。要是他一开始就把唐立慈捉拿回剑会，这剑王城如何会被搅成这般模样？虽无人伤亡，可这城毁的代价，你钟春季问问自己，是否能够担当得起？枉你还是善丰堂堂主，我早就说过，这女人成不了大事。蒲剑主，你什么态度？剑王城真正的匪徒，分明就是于气凤。剑王城一案疑点重重，公审前一夜，于气凤还设下圈套，想嫁祸唐公子杀人。此事普朱先生也可作证，你大可把他请过来，如同对我一般质询。你为了查找邪丸的线索，唐公子不惜与剑王城对立，收集剑王城过往账本。我等查账期间，不仅有恶徒毁坏账本，还意图杀掉无辜之人灭口。还有，你说我要为剑王城城毁之事负责，但城毁之时，我在救护疏散百姓，而你们又在哪里？你可以质询我在剑王城的所作所为，晚辈坦坦荡荡，问心无愧。你作为堂堂剑主，竟能说出如此狭隘偏颇之话，世人会以为我们中原剑会是什么地方？蒲剑主，你又何时把中原剑会放在过眼里？钟春季，成儿，少剑主，受蒋某直言，众目睽睽，接见了那唐立慈金铜额印。他说唐立慈无辜，那就更应该带唐立慈归案陈明，而不是私纵人犯。若将唐公子带回，岂不是正中风流殿的下怀？这是权宜之计。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论断。你一个晚辈，难道会比众剑主更英明不成？这天下间的正义，难道比的是谁辈分大，谁权力高，谁拥趸多，谁就代表正义吗？钟春季，来历不入流便罢，你现在是连规矩也不懂了吗？蒋剑主，说是就说是嘛，难道连你也开始不懂规矩，要越俎代庖，开始替少剑主教训徒弟了吗？文博不敢，可少剑主，您是知道的，如今天下百姓都殷殷期盼剑会能够捉拿疑犯，查明真相，而钟春季身为善丰堂堂主，却屡屡失职，还出言不逊，若不处置，恐难堵天下悠悠之口啊！蒋剑主所言甚是，我早已认为，钟春季已不是任善丰堂堂主一职，应该另立贤能，造福剑会，否则放任这种害群之马胡作非为，剑会迟早人人效仿。责令钟春季即刻卸去善丰堂堂主一职，以剑会普通弟子身份戴罪立功。我不服！你还有脸不服？师父常教我，要我做对的事，可我分明做了对的事，为何却还要被责难、被处罚、被这群师叔们欺负？纯儿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我不服！众剑主主意已定，回去收拾东西，搬离善丰堂堂主房间。是，徒儿告退。
什么态度？当了个善丰堂堂主就了不起了吗？为了一个外人唐立慈，竟然和我们来辩驳，我早就说过，下九流出身更是短浅。给我一点，别抢，给我一点。我还有我馒头。如果我没有说，万一被人找上门了呢？怕啥呀？这吃进肚子里的东西，他们还让我们吐出来不成？对呀，就是，你还是快吃吧。下次啊，还要靠你自己开老板呢。我不想再吃了，很先生很疼。你得看看我们这帮兄弟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们吃什么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！看，他们在那边，快追！人都跑了！好了，全是他干嘛？跟我没关系。小兔崽子，挺能跑啊你！我看你向哪跑！你跑出来了？为什么出卖我？为什么？你一个外地来的，给你点吃的就不错了。你知足吧你？说得对，你知足吧，知足吧，从小我就明白一个道理：一个没有家的人，走到哪里都是外人。人心会分远近亲疏，共安乐易，而共患难难。我以为剑慧与外面不同，可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想做好一个女侠，却因出身饱受诟病？为什么我行好事却屡屡受挫，甚至无辜受难，而他们却高入云端？看来有人还在生气啊！我没做错事。师傅之前在万化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跟你说要做对的事，但没说做了之后不用付出代价。做好事还要付出代价，这什么道理吗？难道做错事、做坏事就不用付出代价吗？做好事啊，就算要付出代价，那也能心安理得嘛。所以，当好人才难嘛。哎呀，咱们中原剑会啊，自是力求正义，但人嘛，多半都是有私心的。剑会沉疴难愈，众剑主固然在一方各具实力，但想要真正的凝聚人心、众志成城，怕是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与雷霆手段。师傅这是何意？好了，别气了，这只是一时的。哎，师傅啊，教你一招我最厉害的功夫，拿去。这是铁筷子啊？对呀，扔它，用力点。这刷呀，去。扔就扔，我怕什么呀？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心情好很多了？再摔，再用力点。嘿呀，怎么样？感觉舒服些了吧？这呀，就是师傅最厉害的摔筷子大法。下次生气想摔东西的时候，就摔铁筷子。一来呢摔不坏，二来声音大，摔得响呢，人家就知道你在生气了，就不敢来招惹你了。你看你，摔这些花瓶瓷器的，哟，损了钱财多不值当，要是伤了手啊，那就更不值当了。
这花瓶不错，送给我了啊。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，我全部都要带走。哎，小气。好了，那你继续收拾东西，师傅走了啊，慢慢收拾，别忘了铁筷子。